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朋友们知道吗？过去这几年，全球房价涨最多的地方，不是我们熟悉的东亚诸国，也不是蓄势待发的东南亚，而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土耳其。根据国际不动产公司的报告，2023年土耳其房价年增率直逼90%，写下夸张的惊人涨幅。相比之下，同期的亚太地区房价涨幅最高的日本只有6个百分点，而台湾更只有 3.6%。回顾土耳其这波惊人涨势，几乎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奇特案例。本期影片就要为朋友们带来土耳其的大厂房时代。从疫情爆发到结束后，全球各地的房价受到货币政策牵动，短期出现明显的波动，其中涨幅最夸张的就是土耳其。根据国际房产机构来访的最新统计，截至2023年第三季，土耳其的房价年增率高达 89%， 几乎是第二名克罗埃西亚的7倍。回顾土耳其这波涨势，起涨点可追溯回2020年，并在2022年正式爆发。2022年2月的数据显示，土耳其过去一年平均房价暴增了6%，年增率创下历史新高。进入2023年，情况并没有好转。同年10月，伊斯坦堡每平单价年增将近7%，首都安卡拉更高达9%。高涨的房价连带导致租金飙升。2022年底，美联社披露伊斯坦堡的惨状，当地的部分居民虽然有稳定工作，但领着最低法定薪资的他们，每月要缴的房租却动辄超过月薪2倍以上。统计数字显示，土耳其有多达1/3的工薪族正领着最低薪资过活，但在几个大城市，这几年房租却以倍数成长，夸张的涨势，就连相对高薪的族群也大喊吃不消。一位在土耳其顶尖大学担任教职的学者表示，自己每月领着900欧元的薪水，连公寓租金都不够付，就连该国央行行长都跳出来说，自己也被飙涨的房租吓到，最终搬回老家跟老父母同住。行长的说法虽然有几分浮夸，却也凸显出该国严重的住房危机。土耳其房价为何狂飙，背后有相当复杂的成因，并可归纳出以下几大因素。第一，源自国家建设的自然发展，让市区土地不断减少。以伊斯坦堡跟安塔利亚等主要城市为例，在开发商的竞争之下，土地价格就逐年上升。与此同时，疫情与战争带动的物价上涨，进一步推升建材与人力成本，而土耳其又非常仰赖能源进口，连运输费用也跟着上扬。第二个原因在于政策面激发民众的购物需求。在疫情爆发期间，土耳其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萎缩，推出各种纾困与贷款优惠，其中获得放宽的就包括购房贷款。第三，则要回到供应面，在经历08金融海啸以后，土耳其为了推动经济成长，常年拉高货币的供应量。自2003到2018年，土国货币供应量增加超过20倍，热钱涌入各领域的资产，也催生出房市泡沫。自2008到2018年，整体的市场规模增加超过6倍。然而，主导世界货币走向的美国，自2017年开始加快升息步伐。随着国际热钱回流，土耳其里拉大贬，土国政府为了保护汇率，隔年便跟着升息，结果却戳破国内房市泡沫，不少建案因此烂尾，大型项目沦为鬼城。受此影响，土耳其房地产业在2年内流失整整1/3的人力，建商只得减少推案，导致待售住房的供应量下滑。镜头来到黑海附近的小镇穆杜尔努，在10年前的2014年，这里曾获建商青睐，新建一座豪华度假村。在这个大规模的开发案中，建商规划新建超过700栋度假小屋，结合购物中心、电影院与土耳其浴等设施，目标锁定波湾国家的富裕人士。然而在5年之后，这里的商品房还有半数卖不出去，正好又碰上里拉剧烈贬值，扩大开发商的外债压力，这个项目最终宣告破产。整个故事也被视为土耳其经济的缩影。这里我们简单统整一下，这2年土耳其房价急速飙升的原因，源自精华区段土地稀少，民众购物需求上升，加上供给跟不上需求。但问题在于，全球遭遇类似问题的国家不在少数，为何土耳其的房价涨幅远远高过其他地方好几倍？这里就要带出第二个关键，那就是土耳其奇特的货币政策。摊开土耳其今年的利率走势，先从2019年的 24% 下调到隔年的 8.25%，之后短暂拉回 19%， 接着再一路下调到去年的 8.5%。 光从利率走势来看，我们很容易以为土耳其第二波降息代表该国通膨问题获得缓解。然而如果实际看向该国的消费物价指数，我们却会发现，从2021到23年的降息阶段，
这个国家的通膨率直接从 17% 飙高到高点 84%， 截至2023年底，这个数字仍高达 64%。在绝大多数国家眼中，对抗通膨的必要手段就是升息，来减缓景气的热度。然而土耳其政府却背道而驰，想在2022年通膨率直逼80%的时候，土耳其央行又再宣布降息。这套反向操作让里拉对美元的汇率贬到历史新低，人们更深受恶性通膨所苦。为了缓解民怨，土耳其政府在2023年初将基本工资上调54%，但仍跟不上物价飙涨的幅度。光是2022年，当地的食品价格几乎就翻了1倍。这也带出下一个问题：为何土耳其会有这么奇葩的货币政策？这里我们先看向世界各国。一般来说，主导国家货币政策的机构是独立各界的中央银行，但在土耳其，央行行长却是个短命的职缺。光是2019年到现在，这个国家就换过4任行长。外界普遍认为，土耳其货币政策的真正主导者正是该国总统埃尔段，而他又以厌恶高利率著称。埃尔段曾公开表示，升息是万恶之源。他还引用伊斯兰教义，声称收取利息是一种犯罪行为。在他眼中，高利率反而会导致通货膨胀。埃尔段为何对降息如此执着？除了他本身的理念之外，也跟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。打从掌管土耳其政权以来，埃尔段便主打投资与建设，但土国的经常账长期赤字，因此需要吸引国际资本。在这段期间，土耳其不断累积外债，堆高债务违约的风险，加上近年与美国交恶，里拉更走向贬势，种种因素都导致土耳其通膨居高不下。面对复杂的经济问题，埃尔段政府在2021年推动新经济模式，目标是要透过压低利率、提振出口、拉高就业，藉由高成长反转整体经济结构。降息初期，土国的出口成绩也相当亮眼，创造不错的经常账顺差。然而，随着全球进入高通膨时代，土耳其的降息策略无可避免地助长了国内的通膨，这更连带引发2个问题：第一，人们为了保护资产转进房地产市场，恐慌性买压导致房价大幅上涨，但涨幅却又被通膨吞掉大半。第二个问题在于，里拉贬值吸引国外买家进场，间接拉高对房市的需求。自2012年开始，土耳其全面开放海外人士购买房产，并祭出优待政策，鼓励买房投资移民。因此，从2013到22年，海外人士在土耳其的房产消费量增加了多达4倍，其中大多数买家来自俄罗斯、伊朗与伊拉克，不少更直接就自带居住需求。虽然在这之后的2023年中，埃尔段胜选连任总统以后，曾主导暴力升息，但背后关键的用意是消解民怨，并不代表真能压低通膨。不少专家更给出悲观的预期。总结来说，土耳其房价飙涨背后原因十分复杂，除了各国都有的问题之外，还牵涉到结构性的状况。至于未来会如何发展，就让我们继续观察。好了，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 IG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